吃我一刀，装大瓦斯。Go！ 菜就多练，输不起就别玩。大家好，这里是喜欢龙珠的林有德。那么今天就请各位兄弟们来一起跟我看一看这一款由唐僧魔王出品的 06A， 也就是剧场版造型的大特。视频开始前先说明一下，本次测评视频使用的为测评键，视频内容仅做参考，请大家以大货实际出货质量为准。先说结论它很好，甚至比05都有进步，但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就请各位跟着我一起来看一看吧。都已经提前在这里谢谢大家了，总不能连这样都不点吧。先来看看内容物有默认的配常态的主体一个，超赛头和替换面雕，剑和2条背带，婴儿特兰克斯和相关替换配件，替换手型，内容物还是相当丰富的。然后看看外观造型方面，素体依旧沿用了05系列的模具，但是加了一层马甲，比起05的单背心形象更加的帅气，还原剧场版银河面临危机身手不凡的高手中的马甲大特形象。如果把马甲脱掉，又可以还原剧场版燃烧吧热战列战超激战中的背心大特形象。胸前2颗硕大的椰子得以保留，孩子都看饿了，给孩子喝2口椰吧。注意这个要跟代表的 TV 版和漫画版的背心形象区分开来。这里把3只大特给大家展示一下，我觉得每一个大特素体都有自己的配色依据。05A 是剧场版和动画的超赛配色， 05B 是彩漫的常态色，本次的 06A 则更接近剧场版常态的配色。为了增加裤子的质感，比起05系列，裤子增加了阴影。然而有个问题大腿平转的时候，这波直接致敬传奇第3方野兽神灵的再版超3是吧？应该就是没有拆件喷阴影导致的。不过好在这个 06A 把玩时摆动作大腿平转这一块并不常用，很多动作直接用大腿根部的旋转即可完成，所以其实玩的时候是不容易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但是如果是有强迫症的朋友，可能就会比较难受一点。接着来看看面雕方面，先看看超赛头，一共3个面雕，分别是斜视严肃、斜视咬牙、怒吼脸。常态则为严肃脸、微笑斜视、咬牙脸、怒吼，还有不好意思搞错了。总体来说，常态的面雕对瞳孔刻画做了优化，比起05系列的大特面雕观感上更好。本次的大特在头发上不再有刘海严重遮挡眼睛的问题。接着来探索可动性，常态头由于头发太长的原因，可动表现差，除了左右旋转，基本上不能抬头和低头。超赛头的表现则更好一些，可动上基本上没什么大的问题。肩部式蝴蝶关节，手臂合拢在不穿马甲时比穿马甲的表现更好，而且由于肩部加了油，关节更加放得开，可动上比前作要更好一些。大臂、小臂均有平转，手臂上抬如视频所示，肩部可动性较好。胸腰连接处前倾角度很大，后仰幅度一般，可以左右弯腰。前踢、侧踢都是90度，后踢有屁股限位，不能直接后踢，只能向斜后方踢。大腿有平转，小腿后踢如视频所示。然后依旧是其他第3方整体都做不到的离谱的脚踝活动范围。这个接地是独一档的。先来说一下把玩手感，其实可以听到肩部关节还是吱吱作响的。但是其实各个关节是已经都加了油的，所以玩起来已经不像05AB 那么紧了。有一些响声估计是油可能加的还不够多吧。而腿部则恰恰相反，润滑油加得很足，虽然把玩手感更加丝滑，但是个人感觉有点太松了，而且在竖直上抬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太松，所以腿部有一些小回弹。建议有买这一款大特的朋友，如果到手之后发现大腿根部有过松的情况，可以考虑将关节上的油擦一下，情况可能会好一些。即使有这样的问题，腿部基本上还是指哪打哪，个人觉得问题不大。然后我还遇到一个胸口掰不动的问题，如果有遇到相同问题的，记得和我一样多换角度尝试摆动，
有可能是安装时功能操作不当，导致什么零件被卡到了。然后讲一下这个把玩的自由度啊，在换头的时候试了一下，基本上每一个腕带或者第三方的素体都可以换头啊。最合适跟 06A 互换玩的是唐僧的 05B， 肤色是最接近的，肤色色差最大的是腕带的战斗服，其他几款都大差不差。虽然总体上是有进步的，但是把玩体验依旧有上升的空间啊。常规手型这里就不过多介绍，大家稍微看一下就好。然后看看其他的配件啊，这次的剑鞘采用了剧场版的颜色，配色上更为还原，并且多了一条马甲状态下的长背带，考虑得很周到。磁吸力度也是没有问题的，怎么甩都不会掉啊。拿花的手型配件则是参考了同人画师卡凯鲁的一幅画，名字叫《献给我的妈妈》，灵感来源应该是在剧场版里的花海。看一下本次的最大亮点，婴儿特兰克斯不仅有替换头，而且还有替换手型，也是相当有意思了。最可惜的是头不能转动，搭各种场景都特别合适的一款配件。总结一下，不错的外观，无敌的可动。虽然唐僧魔王确实想着改善把玩体验，并且付诸努力去改进05系列出现的一些问题，但是在关节调节的实际效果上，还是离我个人期望的有点差距。但总体上依旧还是一款瑕不掩瑜的产品，我的评价依旧是值得入手的良心作，喜欢大特的必入款。不知道各位好兄弟们对这次唐僧魔王 06A 款的特兰克斯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弹幕或者评论区一起交流讨论啊！这里是喜欢龙珠的林有德，如果觉得视频不错，别忘了点赞、3连和分享哦。那么下次视频我们再见，拜拜。